今天我们来说钟馗的故事，一切还要从传说中唐玄宗当年做的一个梦开始说起。唐开元年间，唐玄宗从骊山大悦进军回宫后就病倒了，这一病就是1个多月不见好转。就在病中的一天夜里，唐玄宗做了一个离奇而无比真实的梦。在梦中，玄宗忽然看见有个小鬼走进殿内，他穿着一件色彩奇异的衣服，长了个牛鼻子，光着一只脚丫，只穿一只鞋，还有一只鞋悬在腰际，一把竹骨纸扇插在后领中，伸手便盗走了杨贵妃的绣香囊和玄宗的玉笛。玄宗非常气恼，大声喝问道：你是谁？小鬼油腔滑调地说：我叫虚号，虚者望空虚中偷别人的东西，如同儿戏；好者专好人家的吉庆喜事，让他们变喜为忧。唐玄宗大怒，正要命令武士来驱鬼，只见又有一个大鬼奔进殿来。那鬼长得蓬发虬髯，面目可怖，头系脚带，身穿南袍，袒露一臂，穿着一双朝靴，一伸手就抓住了小鬼，挖出他的眼珠后一口吞了下去。唐玄宗吓得魂不附体，忙问：你又是谁？这大鬼向玄宗施礼后说道：臣是终南山的钟馗，高祖武德年间因赴长安应武举不第，休归故里，处殿前碣石而死。幸蒙高祖赐绿袍葬臣，臣感德不尽，随是替大唐除尽天下虚号妖媚。话音刚落，唐玄宗就吓醒了，摸摸身上竟出了一身冷汗，病也不治而愈。随后玄宗立即召见画师吴道子，把梦里的情形告诉了他，并说道：你替朕按梦中所见把那个钟馗画出来。吴道子领旨，当即挥笔完成。玄宗看到吴道子的画后，惊异地说道：果真和我梦中所见一模一样。随即颁诏天下，每年岁末家家户户都要张贴钟馗画像，以驱除邪魅。这个有些离奇的故事被记载在北宋的《梦溪笔谈》和《事物纪元》等古籍中，其内容都和吴道子所画钟馗图中卷首唐朝人的题记有关。只可惜当年吴道子的钟馗图早已遗失。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位后世的捉鬼大元帅钟馗的确是在唐朝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宣传和推广，并逐渐被民间广泛接受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神秘的钟馗难道真是源自于唐玄宗的那个离奇的梦吗？东晋末年就已存世的敦煌写本《太上洞渊神咒经》比玄宗梦钟馗的时间要早了至少200年，其中的《斩鬼第7》里就已经有了关于钟馗的记载。原文的大意是这样的：如今是哪个恶鬼来祸害主人，使主人陷入危急，太上老君于是派遣力士、赤甲兵卒等亿万杀鬼大军，孔子手执利刃，周武王负责捆绑，钟馗上前一击，将鬼打死，随即把他交给辟邪神处置。这段内容是目前已知最早关于钟馗打鬼的记载，其中的钟馗是以协助孔子和武王的身份出现的，他专事斩鬼，同时又具备了辟邪的能力。除此之外，并没有关于钟馗的过多描写。直到中晚唐时期的另一篇敦煌写本《除夕钟馗驱挪文》面世时，我们方才有机会一睹钟馗最初的芳容。原文的大意是这样的：原文首先表达了新春佳节的祝愿与喜悦之情，以及对当权者的祝福。接着开始介绍挪移的情景，龙凤已经在天上盘旋翱翔，预示着吉祥的来临。武道将军亲临现场，他率领10万熊皮一样的威武之师，又有铜头铁额的雄壮之众紧紧相随。他们身着豹皮，面涂朱砂，个个高声呼喊着：我是钟馗，专来捉取浮游浪鬼，你们赶快滚出敦煌圣境吧。寥寥数十个字，让1000多年前驱挪仪式的壮观场景跃然纸上。而其中表演者脸上涂满红色的朱砂，身上披着豹皮的扮相，则极有可能就是彼时人们对钟馗形象的理解。除驱挪文外，另一篇敦煌愿文中也有不少描绘钟馗的文字，比如其中将钟馗与白泽并称，并说他们一起统领居仙，扫障并妖分。关于白泽，大脸怪在往期的视频中详细介绍过，是帮助皇帝清剿天地间鬼怪神奸的神兽，同样是一位斩妖除魔的高手。关于他的详细内容，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主页观看。此外，在这篇敦煌写本的愿文中，还有钟馗斩鬼的细节描写。原文是这么说的：是从远来至宫门，正见鬼子一群群，唤钟馗拦着门，气头上放气熏，射泪蛇，抽雀筋，拔出舌，割雀唇。见到鬼的钟馗二话不说就将他们拿住，打断肋骨，抽筋拔舌，就连嘴唇都要割掉。
由这些敦煌写本里的记载可知，在唐玄宗梦钟馗的传说之前，钟馗早已在驱挪仪式中出现，并担负斩鬼辟邪的职责。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钟馗的最初外貌和性格特征：丑陋凶残、粗暴野蛮、杀伐果断、见鬼祭诸。那么问题又来了，这难道就是钟馗的最初起源吗？周礼考工记育人中说，大龟长3尺，柱上钟馗首，天子服之。这句话的大意是，大龟长3尺，上端如锥形尖头，是天子所用的礼器。所谓大龟，是一种形制长而直的玉制礼器。周礼中将大龟上端的锥形尖头部分称为钟馗。礼记玉藻中则对这个钟馗做了解释，原文说：钟馗锤也。那么锤又是什么呢？锤的甲骨文由左边代表木质器械的木字，以及代表尖利鸟喙的锥字组成。最初的意思指的是尖利如鸟喙的木质器械。我们结合大龟的上端，不难推测出锤的样子，一种有着锋利锥形尖头的木质器械，有可能类似于大号的木钉。显而易见，锤也就是钟馗具有一定的杀伤力。所以《说文解字注》目部中说：挥钟馗扬官府，盖古人以锤逐鬼，若大挪之为耳。挥钟馗扬官府这句话来自于《后汉书·马融传》，意思是挥舞钟馗，高举斧钺，这是古人逐鬼仪式的动作描写。所以钟馗原来是很早以前古人用来驱鬼的一种法器。古人之所以将锤称为钟馗，根据《尔雅释草》中的记载，钟馗是一种叶片圆形而上端尖锐的草本植物，应该是上端尖锐的共性让钟馗成为了锤的代称。虽然尚未发现任何证据，但是大脸怪斗胆猜测，钟馗这种植物还有可能是某种草药，并且被古代的巫系用于辟邪。传说在殷商时期出现过一位叫钟馗的大巫，不知道是否只是一个巧合。至晚在商末时，钟馗甚至成了以制作锤为业的工匠家族的姓氏。根据《左传·定公4年》中的记载，西周初年，周王室将商朝移民中的殷民7族分封给魏康叔，这7族中就包括钟馗氏，并成为魏国的国人和职业工匠集团之一。春秋时期，钟馗氏仍活跃在中原地区，后来逐渐演变成为钟姓或馗姓，成为后世钟馗等姓氏的主要起源。此后还有人干脆以钟馗作为自己的名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北魏时的姚宣，他本名姚钟馗，字辟邪，所以后来的捉鬼大元帅姓钟也就理所当然了。周朝灭商之后，主持王室大挪仪式的变成了方相氏，驱鬼逐疫的方相氏一直从周朝延续到了汉朝，直到魏晋以后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似乎就在方相氏走下神坛之后，钟馗在晋朝末年紧接着又以钟馗之名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出现在视频开头提到的驱鬼挪仪中。而钟馗形象的逐步丰满则是在唐朝，唐末周尧所写的《孟武钟馗赋》标志着钟馗登坛封神大幕的徐徐拉开。在这篇赋中详细描绘了钟馗的相貌，他一头短发却有着长长的髯须，胸膛宽阔，脑袋又大又圆。他身着斜开刃的南衫，歪戴着一顶高耸挺拔的帽子，手里挥舞着竹简。可以说这个形象已经和我们现在熟悉的钟馗相差无几了。此外，赋中主要描写的是唐玄宗梦见钟馗捉鬼，醒来后疾病痊愈，并将此事告知杨贵妃全宫庆贺，召吴道子画钟馗像的过程。这就是后来北宋《梦溪笔谈》《事物纪元》等古籍中唐玄宗梦钟馗故事的蓝本。晚唐卢照的《唐异史》中同样以《孟武钟馗赋》为蓝本，将玄宗梦钟馗的故事演绎得惟妙惟肖，不仅有小鬼的具体样貌，并称其为虚号，而且把钟馗的形象和身世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说他顶破帽，衣蓝袍，系脚带，撒朝靴，是终南山进士，因武德年中应举不节，休归故里，触电阶而死。更首次加入了钟馗吃鬼的情节。我们在视频开头看到的那个故事就几乎完全来自于《唐异史》这个版本。玄宗梦钟馗的故事在有唐一朝的正史中未见记载，不过《梦溪笔谈》里钟馗图的题记中说，玄宗将钟馗画像颁发给地方的官员，倒是确有其事。在岁中春临之际，宫中将钟馗的画像绘制成画符，连同新一年的日历各一轴，奉宣圣旨颁赐给朝廷官员。官员们会将钟馗画符悬挂在家里，以为平去群力，驱除邪祟之用。玄宗一朝的大臣张悦
撰写的《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一文，就是自己收到皇帝赏赐的钟馗画像后所写的谢表。100多年后的大诗人刘禹锡在德宗一朝时也写过类似的表文，感谢皇帝赏赐钟馗画像。可见唐朝从玄宗一朝开始，官方对钟馗的重视只有增而无减，所以唐末周尧能写出那篇《孟武钟馗赋》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大连怪还认为，玄宗一朝时赏给官员的钟馗像很有可能就是《孟武钟馗赋》中钟馗的形象。正是在唐朝官方的加持之下，钟馗的地位开始稳步提升，彻底替代了方相氏，成为了彼时官方驱鬼挪移的不二 C 位。钟馗极有可能是原始巫的产物，当鬼的含义开始区分善恶之后，人们需要塑造出一个统领诸鬼的神话人物，于是钟馗就随着驱鬼的仪式，也就是挪移诞生了。在唐末以前，钟馗的传说和信仰似乎主要存在和流传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挪文化地区，以及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一带。从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开始，钟馗信仰显然已经传播到其他地区，并得到了广泛流传。尤其是从宋朝开始，钟馗的形象和故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逐步从庙堂走向了市井，变成了华夏人尽皆知的捉鬼大元帅。那么唐朝以后，钟馗又有怎样的发展流变和精彩故事呢？关注大脸怪，下期视频将继续为大家讲述钟馗的故事。